这个月的复刻卡池迎来了限定的甘奈和甜花，同时以阿鲁斯托·罗梅利亚为主角的剧情活动《乌斯モモイロリコンガラガデ》也回到玩家面前，说这个礼拜的主角属于他们也不为过。在我们用故事和歌曲复习并更了解尤鲁米内、安迪卡和放克后之后，这次轮到阿鲁斯托·罗梅利亚的主场。同样经历了将近4年的旅程，对我来说，如果要选一篇故事，最能代表他们情同手足的感情，经得起彼此摩擦而产生的考验，那绝非乌斯モモイロリコンガラガデ莫属。大家好，我是 Skim， 今天的影片要来带大家从头到尾仔细的回顾这篇剧情，同时也会延伸讨论3人在那之后受到的影响以及表露的改变。也许你听完我的解说，就会明白影片封面上为什么写着乌斯モモイロリコンガラガデ是阿鲁斯托·罗梅利亚粉丝的必修课。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开头的第一场戏，大崎家的妹妹甘奈正在事务所准备感觉像是访谈工作的练习，陪在一旁是从自己姑姑坠地那刻开始就陪伴身边的双胞胎姐姐甜花，以及相处了将近2年，不仅是关系要好、值得信赖的伙伴，更是在生活品味和美学等等方面令甘奈憧憬不已的千雪。两人扮演起评审的角色，以模拟面试的方式让甘奈更习惯一问一答的气氛，并从中找出不足的地方。不过3人的感情真的是太要好了，就连担任参赛者的甘奈都不禁开口希望他们用更尖锐、更严格的问题和态度来面试自己。无论是基于认真看待工作的责任心，又或者他渴望这次的成功，看得出甘奈是抱着想要优胜的决心在准备这次的试镜。千雪和甜花意识到这点，顺从了甘奈的要求，试着模拟出他们印象中严格的评审会怎么对待参赛者。但可想而知，2人怎么可能真的忍得下心，用严苛的态度去面对甘奈呢？那种看似正要认真起来，却有点畏缩并无法坚持严肃到最后的3人，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让人莞尔一笑。挨拶のキレがいまいちです。はい、それに言い間違えましたよね。ごまかせないですよ。メンタルが削れちゃう。借由阿鲁斯托·罗梅利亚谈话之间的来往，可以感受到一直以来3人相处时，仿佛飘散着粉红气泡般温馨的气氛。千雪先是表示能理解甘奈想认真准备的心情，说到底这只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杂志代表人物的选拔，不好好表现出对这家杂志的热爱的话，这难得的机会就泡汤了。然而当千雪听见杂志的名字之后，原本笑着替甘奈打气的表情却开始难掩当下的犹豫。赶紧把神情调整回来的千雪，把话题转到也许能从制作人那得到有用的意见，对话也在她和甜花再次帮甘奈加油的道别之中结束。但是千雪真的就像当时的对话一样，轻而易举就放下对那家杂志的在意了吗？答案的揭晓就像杂志公司打给事务所的一通电话，拉开了乌斯モモイロリコンガラガデ充满疑虑的序幕。时间来到晚上，甘奈和甜花在客厅读着举办这次甄选的杂志《阿波林蔻斗》的资料，赞美其中富有异国风情的设计很可爱之余，不约而同地表示联想到千雪，因为书中所记载的和千雪平时所展现和分享给他们的美学氛围是如此的相似。而事实也正如大崎写妹所想，千雪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是阿波林蔻斗的忠实读者。那些从杂志上学习吸收身体力行的品味，让千雪几乎可说是阿波林蔻斗的活招牌。他打从心底喜欢这部杂志，也因此羡慕的甘奈能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成为自己钟爱之物的代表的机会。出于帮助甘奈的心情，千雪整理了收藏的阿波林蔻的杂志，打算带去事务所的路上遇见了制作人，看见了千雪准备的杂志分量，也注意到他在言语中压抑不住的热情。制作人似乎也察觉到眼前这名已经相处将近2年的女孩不愿承认之下心中对阿波林蔻斗的热爱，
但此时制作人早已从前几天杂志公司的电话得知了甘奈被内定成优胜的安排。所谓的试镜甄选，到台只是一种吸引注目度的噱头。心想这对认真准备试镜的甘奈，甚至阿鲁斯特·罗梅利亚都会是一次欺骗和轻蔑。还没放弃交涉的制作人，先是赞美了千雪很适合代表副刊前的阿普林寇斗，接着提到甘奈被许多年轻粉丝推崇，因此得到这次的机会。最后提醒千雪，顾虑伙伴的事很重要，没错，但是自己的事情也要好好考虑。甘奈在田花的陪同下，正练习着走台步的仪态。被田花的赞美逗笑的甘奈，发现千雪走进了训练室。千雪想利用出发去美容院所剩的时间，多少帮忙甘奈的练习。最初真心想替伙伴尽份心力的想法，失去如今却被不时浮现在脑海里的话语打乱。他的心思还在阿普林寇斗和阿乌斯特·罗梅利亚之间角力。回过神来，将整理好的杂志交给甘奈，希望能给予参考的价值。然而，就如同田花多少察觉千雪身为阿普林寇斗粉丝的真相，觉得为何拥有这些收藏的理由，千雪意会到自己当时无法跟甘奈诚实以对，这让他回到宿舍后依旧烦恼着：如果不是阿普林寇斗，为什么偏偏是阿普林寇斗？千雪就这样带着烦恼来到了之后的3人训练。两人用发声练习来掩护甘奈饿肚子的声音，也用了说谎话游戏的方式来赞美对方。这是出自甘奈提到备赛期间被过度称赞怕会得意忘形所想出来的办法，用说反话的方式来讲出赞美和心里话。阿鲁斯特·罗梅亚对彼此的爱护3年下来是有增无减，但是也因为在意对方的心情，让千雪在回家的路上意识到再这样继续下去，和大喜姐妹的关系会因为无法释怀阿普林寇斗，如同今天在训练室的状况一样变糟。甘奈和田花纵使在立场上不尽相同，他们也担心着千雪。早在从对方手中接过阿普林寇斗杂志回家的路上，两人就怀疑并忧虑到千雪明明是老粉丝，但可能碍于同伴的身份，不方便亲自参加这次的试镜。身为当事人的甘奈更是发现千雪有所顾忌的态度后开始自责。当时那句3人才是阿鲁斯特·罗梅利亚，现在比起象征团结更像是一种负担，一种甘奈无法取舍，在工作的责任心和对千雪的在乎之间拉扯所造成的负担。将一切看在眼里的田花，更因为不小心听到制作人和杂志部内定甘奈的对话，让他比起以往更加感到束手无策。那个平时总是无话不谈的3人，因为顾虑到彼此的心情，反倒失去了原本关心对方的主动。这样的僵局，最后由千雪传给制作人的讯息，和他亲自到大崎家拜访的举动，终于迎来了进展，完全出乎其他人预期的进展。お客さん？はーい。千雪さん？こんばんは。ごめんなさい。遅くに突然。どうしたの？どうしてもアマナちゃんに会ってお話ししたくて。アマナに？千雪さん。天下ちゃんにも聞いてほしいの。ね、アプリコットのオーディション、私も受けたい。受けてもいい？表达完想参赛的决定，千雪和哈子怡来到了居酒屋小酌几杯，话题无非围绕在阿普林寇斗的甄选试镜。自己在偶像之路最亲近的人们，对他这样的意愿各有不同的见解。制作人表示反对，却没告知理由，只说详细的状况会再说明。对甘奈表明了并非出自妨碍对方，而是作为一个长久以来热爱阿普林寇斗的读者，想以挑战者之姿尝试胜出，进而证明自己对这部杂志的热爱。以及和这份心情同样重要的，如果千雪继续无视内心对这次机会的执着，他自觉会无法真心替甘奈加油，那是自己更不希望的结果。甘奈简单的接受了，田花这时也在场。打探后发现千雪还不知道甘奈被内定的事，
暂且先解释制作人可能是不希望同团体的偶像互相竞争。哈斯基有点意外，千雪坦白地出自对杂志的热爱而参赛，进一步引导出千雪再次侃侃而谈。他在学生时期和阿布林寇罗的邂逅以及对自己的影响，也让千雪娓娓道来参赛的本意就真的只是自我满足。哈斯基读出千雪的用意，并补充说明，正因如此，与其抱持怀疑去单纯支持甘奈，作为对手堂堂正正的对决，是说服自己并激发上进心的一石二鸟。听见哈斯基替他打气后，安心之余却多少担心起甘奈是否能一如往常的准备试镜。身为长辈最终没有敌过私心而选择和晚辈竞争，千雪感叹着自己仍不成熟。对此，哈斯基只是笑着说道：“或许正是这样，才证明我们都还年轻。”随后点了一杯淡口酒，宣告散会。比起相对缓和的千雪和哈斯基，前来事务所和制作人见面的田花，只能再次确认对现状于事无补的真相。制作人告诉他，甘奈早已被内定为冠军，这意味着执意一战的千雪注定成为输家。谈论至此，两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跟千雪和甘奈解释背后的原委。和制作人的商量没有结果后，回到家的田花替甘奈准备了姜汁奶茶后，谈论起千雪参赛的事。甘奈明显陷入了苦恼，阿布林寇多对千雪而言是何等的重要。明白之后的甘奈开始认为千雪是更适合的人选，害怕把熟人当作对手，因为估计攸关胜负所带来的关系改变，也害怕尽全力仍然输掉之后的感觉。脑海中过去与阿鲁斯特罗梅利亚成员身份一起度过的时间，随着走马灯似的场景转换浮现。三个人才是阿鲁斯特罗梅利亚，那么千雪和甘奈倘若得以对手的身份决定胜负，阿鲁斯特罗梅利亚的感情可以在事后依然完好如初吗？无法给出答案的田花想起制作人提起希望两人是在公平的状况下比赛，这样退出也是一种方法，但是一旦决定出赛，就要使出全力的想法告诉甘奈，纵使这件事自己并非真正的当事人，越是了解整件事的全貌，田花就越是变得不安。和杂志公司交涉无果的制作人打算和阿鲁斯特罗梅亚谈白，但就在制作人开口之前，甘奈率先阐明了想退出甄选，这是他仔细思考过后的答案。论对阿布林寇罗的喜好也好，想帮千雪加油的心情也罢，如果对这些视若无睹，甘奈也自认无法好好的继续备赛。健壮的千雪察觉到自己做出的参赛选择超出甘奈能承受的范围，也提出了放弃参赛。制作人安抚两人后，说出了杂志公司表面上的甄选试镜，其实从一开始就拍案谁是赢家。事后的实际甄选只是形式上的流程。面对甘奈为此感到不公，制作人表示同感之余，却也解释到对方钦点甘奈是因为他最为优秀，形象方面又能和未来杂志的方向契合。从这点来看，甘奈的确是实至名归的胜出者。转头和千雪提到，这就是制作人反对他参赛的原因。这是一场注定不会赢的仗。在明白千雪多么喜欢阿普林寇斗之后，制作人更不想见到千雪热情受到不平等的遭遇。以事务所和制作人的立场，最后出赛与否都会给予尊重和支持，但是希望下定论以前，甘奈和千雪能够慎重想清楚，对彼此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表示会等候两人的答案，便解散了这次的会议。散会后的阿鲁斯特罗梅利亚在千雪平常练习发生的河边偶遇了。过去是多么感情甜蜜的无话不谈，现在却完全找不到轻松谈话的方式。真正想说的话只能欲言又止。作为团队中最为年长的千雪，这时再次邀请大旗姐妹一起玩起说反话的游戏。反対ごっこしよっか。アマナちゃん、オーディション落ちたらいいのに。出していいの、声。千雪さん。はい、アマナちゃんの番。先に天下行きます。二人ともオーディション落ちたらいいのに。
母ちゃん。なあちゃん、負けてもいいよ。負ければ壊れちゃうから。大事なもの。負けた時が怖いよ。はい。なあちゃんの番。千雪さん、オーディション落ちればいいのに。千雪さんが絶対落ちればいいのに。二人とも落ちて聞こえた？負けたーい。アマナも負けたーい。二人とも負けてー。何これ。もうアルストロメリアなんか大嫌い。アルストロメリアなんか一番大事じゃない。アルストロメリアなんかアルストロメリアなんか大嫌いだし一番大事じゃない。千雪さん、反対ごっこ終わり。说出和思考的是完全相反的话语，传达了彼此内心真正的心意。千雪第一个卸下了牵挂的忧虑，因为他知道阿鲁斯特罗梅利亚并没有改变，三人依旧把大家的事放在第一位。现在千雪要来帮助甘奈化解心魔，就像他一直以来把甘奈和田花当作亲生妹妹来在乎那样，不觉得自己已经输了，希望和甘奈堂堂正正的对决。听见这个阵势却不带有任何敌意的宣战，甘奈这才坦言自己害怕失败，是害怕尽全力也失败的话，也许就被认为没有价值而不再被人需要。多亏了现在的宣泄以及确认阿鲁斯特罗梅利亚的共识后，那份恐惧减轻了不少。回应了千雪的约战，这未来双方终于可以用平常心去面对阿普林寇斗的甄选了。两人的试镜过程中，对方说过的话不时闪过他们的思绪。千雪毫无保留地将对阿普林寇斗的知识交给甘奈，而甘奈也恢复一如往常的状态去全力吸收。此时的田花也没有闲下来，他在制作人的协助下，带着帮甘奈训练的教练到现场去观看甘奈的试镜现场。如果连教练都能肯定甘奈的成果，那么这次为了甄选所准备的一切，也许就能被证明是实质上的优秀。时间点来到千雪和田花准备要替甘奈的优胜纪念演唱会加油，看着始终细心为他们设想的千雪，肯定着甘奈十分适合新的阿布林寇斗。田花先是感谢，说千雪没有放弃最重要的事物，深切地表示千雪和甘奈不能一起优胜，他真心感到很难过。从决定参赛以来背负的各种心情，能够被自己一直重视的人好好接纳。千雪借用了田花的肩膀，坦然地输掉了不甘心之后落下眼泪。他对阿布林寇斗的情感是真的，但对大旗姐妹的关爱也是真的。也许在知道落选之后没有更加难过的原因，是千雪明白自己没有放弃任何一边，所以感到欣慰吧。故事的结尾就在心情调整好的两人，只是为了甘奈的声援而准备之中画下句点。乌斯梦梦一楼里空嘎拉嘎德是一篇以奥斯特罗梅利亚为主角，调性却与过去十分不同的故事剧情。虽然文本想诠释的重心没有从奥斯特罗梅利亚的感情深厚上面移开，但乌斯梦梦一楼里空嘎拉嘎德选择的呈现方式以及延伸出的角色多面性，不仅大幅的增加千雪、甘奈和田花的个性立体程度，
也证明了喜好跟氛围的波长是如此接近的三人，即使感情上的阻碍来自于彼此在个人层面的冲突，也不会让立场的分歧凌驾于他们把对方摆在第一位的心情。这样利用反其道而行去凸显重视彼此的故事，如果了解当时阿鲁斯特罗梅利亚2年累积下来的羁绊，那这是三人迎来的第一次感情考验，同时也刻画出千雪和大崎姐妹各自不同的面貌。呼应了挂的时候，千雪因为身为偶像与否自己得到的评价天差地远而感到迷惘。身为杂志的忠实粉丝是在当偶像之前就存在的事，成为偶像后因缘际会再次与阿佩林寇斗如此靠近，却碍于他在乎甘奈的感受而无法轻易伸手争取。这是千雪在前半段故事感到迷惘的原因，而决定出赛一试，象征了千雪即使在乎甘奈，却无法因此将自己重要的事物放手。活动剧情：満開、アルストロメリア流幸福論、つなぐ、真心、3つ。节目征求他们中意的拍摄地点，相较甘奈和田花分别提了咖啡厅和游戏中心，千雪不但没有意见，甚至提议综合两边的方案。这让甘奈一直很过意不去，但千雪只是笑着说能完成他们的愿望，自己也很高兴。对照上千雪因为阿波利寇斗而动摇，甚至明知必败也决定参赛。这个在团体一直扮演着姐姐角色的女孩，由于私人而重要的事物展露出任性却烦恼的一面，加上在挂的描写，是我认为千雪的角色曲线迎来第一次饱满而写实的高峰。更在故事告诉我们这些之后，藉由安排千雪主动邀请大崎姐妹解开心结的举动，进一步表现千雪对两人的关爱是真的发自内心。阿鲁斯特罗梅利亚的羁绊得到了更有说服力的一次见证。作为队伍 center 的甘奈，为了别人有时甚至不惜受伤的善解人意，却无法在自己真的需要帮助时，适时的开口向身边的人求援。这是他在挂的时候被制作人点破的心魔，也是他在50モモイノリコンガラガデ害怕的心境越陷越深，却还是一直逼迫自己的原因。不想令千雪困扰的故作镇定和曾想过中途退出，甘奈做出这些自己认知中的体贴，却从没意会到在当下的局面，自己也是需要得到旁人体谅的当事人。真挚的亲密情感不光是单方面无怨无悔的给予，也是要出于在乎彼此，所以相濡以沫。所幸千雪和田花从来没有忽略过甘奈的感受和立场。合体片说反话游戏的情境过后，甘奈能在坦白后迅速恢复。我想除了他和千雪一样知道其他人没有改变而放心之外，认知到和千雪的对决是满足对方的心意，进而完全放下甄选可能带来的失去，用最好的自己去战胜对方，然后背负起千雪的心意，连他的份一起努力。新生的阿波林寇斗交给甘奈去当代表，想必新旧粉丝都能感到满意。田花作为没有实际参赛的成员，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是相对改变和受影响最小的。然而我认为有许多的细节都说明他在50モモイノリコンガラガデ有着举足轻重的专属地位。田花是最早开始注意到千雪对阿波林寇斗反应的人，甘奈开始怀疑千雪是阿波林寇斗粉丝的时候，他也在场，更是团中最早知道事情背后真相的人。但是知道真相没有成为他的力量，反倒将田花拉进无法置身事外又束手无策的困境。更由于自己并非真正的当事人，让他难以找到适合的主动时机，去尝试帮助最重要的阿鲁斯特罗梅利亚。这样安排给田花的窘境，是我私心很赏识的铺陈。当过往在行动力和主动性相对缺乏的田花，意识到需要自己出手相助时，却为合理的情境限制让他无能为力，以此描写新鲜且有说服力的角色面貌，是我很喜欢的规模小却用心的剧情安排。此外，50モモイノリコンガラガデ也是第一部让田花在故事结尾担当收拾其他成员心情重任的剧情。当时说出对千雪的理解和安慰，从千雪的反应可以得知是何等有力的强心针。田花此时此刻的话语能说进千雪的心坎里，不也正因为田花自始至终好好的将两人的事看在眼里，发自内心的想尽可能接住千雪赛后没落的心情吗？田花为了两人所做的奔波，以及给予千雪倾泻失落情绪的肩膀，没有开口却明显说出，总是受到你们的照顾，需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田花在50モモイノリコンガラガデ这些小却有力的主动，
相信看在田花 P 眼里也是倍感欣慰的吧。比起阿鲁斯托罗梅利亚其他活动剧情的结尾，乌斯莫伊洛尼空嘎拉嘎德就是在不舍的悲伤之中收拾起心情，继续前进。尽管呈现的方式真的是独树一格，这依然是描绘阿鲁斯托罗梅利亚情感深厚的故事。但是借由手法和角色刻画，再利用玩家对阿鲁斯托罗梅利亚的既定印象，呈现出出乎意料之外，但也非阿鲁斯托罗梅利亚莫属的杰出剧本。3个人才是阿鲁斯托罗梅利亚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如今就像阿布林寇头承接旧名单重新出发。千雪的活动剧情 Support SSR Dua Chalabu 提到愿望虽然没有实现，然而那份喜欢依然会继续下去，因为就算不再是原本的模样，只要3人各自能宝贝着携手经历过的珍贵时间，所代表的价值就会继续下去。拿来解释千雪对新阿布林寇头的期望也好，用来诠释经历过这段剧情之后的阿鲁斯托罗梅利亚也对。读过乌斯莫伊洛尼空嘎拉嘎德所能带给你对阿鲁斯托罗梅利亚的理解，绝对值得花时间细细品尝。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聊到这篇剧情的事，纵使我不是阿鲁斯托罗梅利亚 P， 这仍然是我心目中必读的闪耀色彩剧情。下支影片见咯。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早くオファーの連絡私がしちゃっていいんです？